2025年了，我们还需要刷 LeetCode 吗？嗨，大家好，我是 Noli， 目前在美国 AWS 总部担任软体工程师。今天拍这个影片是想跟大家分享2025年了，我们应该要如何准备 coding interview。更重要的是，不会在面试中被面试官认为我们在用 AI 作弊。如果你正在准备软体工程师面试，或是刚开始零基础，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这支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我会分享我不到1年从完全不会写 code 到拿到 Amazon offer 的完整路径，同时也会分享2025年的最新游戏规则。首先，我们来聊聊为什么2025年刷题变得更重要了。我知道很多人会想，现在 AI 这么强 ，ChatGPT、Cloud、Copilot 都能写 code， 为什么我还要刷LeetCode？然而，正是因为 AI 工具的普及 ，Coding Interview 在2025年反而更重要了。理由有3点。第一点，其实公司知道你会用 AI， 比方说 Meta、Google、Amazon 这几年都有在更新他们的面试流程。现在面试不只考你会不会写 code， 更考你为什么这样写。面试官会故意问你为什么用这个资料结构，为什么用这个演算法，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做法。那如果你只会背答案或者是 prompting， 然后要在那边等很久，基本上过不了面试。第二个原因是 OA 的变态化趋势。过去2年，很多公司开始引进 AI 侦测系统，举例 HackerRank、CodeSignal 这几年来都有 Behavior Analytics， 他们会追踪你的打字速度、思考时间，甚至是你的滑鼠移动轨迹。那如果你的 OA 表现太完美，速度太快，很容易就会被 AI flag。第3点则是大家都知道的，竞争更激烈了，因为现在大家都能够用 AI 辅助学习，其实入门的门槛降低很多，这代表投简历的人其实比过去更多。但说实话，这个市场的 headcount 并没有增加，甚至还在减少。那也因此，公司就会用更高的筛选去筛出他们想要的人才。所以你看，刷LeetCode其实不是在跟 AI 竞争，反而是证明你有问题解决的能力。那好消息是，有了 AI， 其实大家学习的速度都变快了。以零经验转码的同学来说，要怎么开始刷题呢？我想先讲一下我的血泪史。2023年5月，我是一个完全不会写 code 的文组人。我说的不会写，是真的连 Hello World 我要 Google 的那种程度。但我知道，如果要在美国找 software engineer 的实习，我肯定逃不过 coding interview。于是我给了我自己一个目标，要在开学前把基础打好。那零基础要怎么开始呢？第一步，我们要学会基础语法。这边很多人会卡住，会觉得要先把程式语言学好，学到精熟才可以开始刷题，然后就陷入了一个看教学影片的无限循环。比方看了 Java 日文影片觉得还不够，又去看了算法，又去看了资料结构，然后看了一圈1个月过后还是没开始刷题，因为永远学不完，永远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那我完全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开始动手做，你就会觉得自己很笨嘛，怎么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但是一直在看影片，反而会让你觉得，我有在学东西，这是一个假象。比方说，我们想学游泳好了，你看100个小时的游泳教学影片，并不会教你怎么游。与其如此，不如就是学一点基本的换气、划水，然后真的下泳池，才能够帮助我真的学会这项技能。那我想要分享一下我当初的做法。我当初刷我的第一题 LeetCode to sum 的时候，看到题目想说，不就是加在一起吗？然后看了解答，发现其实可以用 hash map， 但我完全不懂 Python dictionary 是怎么 work 的。我就去网络上查应该怎么做，然后理解，隔天再重新写一遍，就发现我会记得怎么用 Python dictionary， 用这样子的方式从做中学。这种方法我们把它叫做 just in time 即时学习，它比 just in case 的预防性学习效果来的有效很多。那学跟做的比例尽量根据科学研究就是做3:7。所以在这边我鼓励大家，如果还没有开始，就随便在 YouTube 上面找一个30分钟、1个小时的 Python 入门影片，把基本的语法 pick up 以后，就可以直接开始刷题了。那接下来第2步我们要做的是建立刷题的知识体系。假设你已经学会基本语法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系统去有效的刷题，而不是乱枪打鸟。那这边跟大家介绍4个我的黄金组合。第一个是 Grind75 的 Cheat Sheet， 这个网站完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超级推荐。首先第1点是它按照 priority 去排序，告诉你应该学习哪些资料结构。再来，它有非常完整的学习指南，包含说每个资料结构的介绍和使用场景、优缺点的分析、和 complexity 的表格，以及它有搭配的推荐练习题。那这个网站超赞，是因为它就是针对 coding interview 去设计，所以你不会学你用不到的东西。那我的使用方法就是我会到这个网站上依据 priority 的排序，从最重要的
的开始学。那前面有提到3:7的比例，也就是说我看完这个cheat sheet，我可能比方 two pointers 底下有3个常见的解法，我看完第1个解法的时候，我就先去找相对应的题目来做，然后再看第2个解法，再去找相对应的题目来做。那中间如果遇到我觉得不够清楚的地方，我就再根据我的那个弱点去做加强，这样子学习起来我觉得是个人有效率。我的第2份学习资源就是大部分人应该都有用到的 Nico 150，这150题是 Blind 75的加强版，它基本上涵盖的所有大厂的高频题，每一题都有 video solution， 还有图解、有动画、有视觉化的讲解，超级新手友善。那大家在刷的时候可以按照它 roadmap 的顺序刷，逻辑会比较连贯。那我当初刷题的时候，第1遍通常我就是当做学习，如果5分钟内我没有想出解法，我就会直接去看 LeetCode 的 discussion， 或者是在这个 Nico 150本人的影片里面看他提供的思路讲解。那通常他都会先从暴力解开始写到最优解，所以中间可以学很多。看完一样回到前面讲的3:7，就把影片关掉，然后再重新自己写一次，看能不能写出来。如果还是写不出来，就是再回去把你觉得你学会但其实还没有的观念补齐。那如果学好的话，就是过几天之后再来写一次，才确定自己真的不是短暂的记忆去背的这个题目，而是真的有理解。第3个我特别推荐的是山井诚一姐的频道，这个频道我真的超级推荐，超级新手友善。这个 YouTuber 他本人也是转码背景，也因此他在解释一些复杂概念、算法、资料结构的时候特别的有逻辑，特别的好懂。有时候我看 Nico 的影片，他其实思考还蛮快的，然后没办法理解的时候，我就会去看类似的影片，山井诚一姐有没有拍过，通常就是一看就会瞬间秒懂，在这边推荐给大家。那我的最后一个常用工具其实就是手写笔记，一点都不 fancy， 对吧？但其实根据研究发现，手写其实是能够更帮助人类去理解还有学习任何东西。除此之外，其实疫情前的面试大家都是去公司写白板题，由于现在 Gen AI 的发展，我们其实不确定未来公司会不会把面试就是实体面试加回去，这也算是一个提前准备。那我自己的笔记主要就是用我的 iPad 记录，内容包含说资料结构的视觉化图解啊，演算法的执行步骤，题目的思考框架，比方说为什么第一次会写错，写下一些 corner cases，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以及常见的模板和套路。尤其是一开始什么都还不会的时候，手写笔记真的特别有帮助，因为有时候打字太快，你觉得自己懂了，但是手写的时候会帮助你再一步一步的思考，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其实还有很多东西不小心 miss。那我自己用的 app 是 GoodNotes， 但其实这些很常用的都很好，选一个你喜欢的就行。第3步我们要做的就是培养正确的刷题心态。我知道很多人第一次写了以后会超级挫折，就是刚打开然后觉得啊看得懂题目，但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写，然后开始怀疑我是不是适合当软体工程师的料。我要告诉你，这完全正常，第一次就能够靠自己把LeetCode秒解的人是少数的奇才。这个阶段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在学习别人的思考方式，因为我们是菜鸟，所以所见所闻都是机会。那由于学习的效果通常不是一个线性，而是一个指数成长。你可能在学前50题的时候都觉得啊，我还是一团糟，什么都看不懂，但是在80题的时候就突然豁然开朗。至于那个题数到底多寡，有时候仰赖天分，有时候仰赖努力，有时候仰赖你在学习的过程中是不是真正的有理解。但总归一句就是不要气馁，你的大脑正在学一个新的东西，它在建立新的神经连接，这需要时间的。就像你盖房子，你打地基，打了半天看不出来房子到底长怎么样，但是等地基都打好，最后把房子盖起来的速度是很快的。那我们现在学会基本语法，知道要怎么刷题，也确立好正确的刷题心态了。但这样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一个框架，在面试的时候可以展现我们学过的所有东西。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 Umpire 法则。Umpire 法则是你面试时候的生存指南。我一开始刷题的时候，就是刷完一题刷下一题，完全没有练习要怎么去用讲话呈现我脑袋里面在想的事情。我第一次在沃腾社团面试，我们有个 coding interview 的时候，虽然code写出来了，但是我讲的一团糟。那也是这一次的经验，我才意识到能写得出来code是一回事，能够边写边清楚解释又是另一回事。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框架 Umpire。Umpire 是什么呢？ Umpire stands for Understand, Match, Plan,
implement, review, and evaluate。很多人在面试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一题好像看过或者是写过很多遍了，然后他们看到题目来就很兴奋，就秒解，然后秒解了一堆题之后，发现最后没有拿到 offer。为什么是这个原因呢？因为通常面试的时候，不管是哪一间公司，就是有几个评分的标准，差不多就是这4个，包含说你的问题解决能力、你的沟通能力、你的技术能力以及 testing 的能力。因此，在 coding interview 的环节，你能够把你的代码打出来，这是基本的，这只是其中一个评分项目。如果你想要在不同的评分标准都拿到 strong higher， Ampere 法则就可以帮你一个大忙。那这边我用一个题目来带大家看一下这6个字母的意思。首先 ，you understand 就是我们要理解题目，包含说我们要提出厘清题目的问题，确保说我们了解面试官真的想要的是什么。再是用自己的话重述题目，确认双方的了解一致。同时也要试着自己举出几个 happy path 以及 edge cases， 让面试官知道你对于输出还有输入以及整个程式代码的要求都有确定的理解。那这边我们来举例，想象一下你现在正在面试，面试官丢了一个题目给你，接下来你会做什么呢？很多人这个时候做的事情就是安安静静的读题目，但其实更好的做法是题目一下来，你就可以问面试官说，我可不可以边读边把题目念出来？这么做的好处是确保说你跟面试官之间的沟通是没有阻碍的，就是你在读的时候，面试官不会想说，哦，你现在是不是在看 AI， 你是不是在偷查答案？没有，就是他可以跟着你的阅读速度，知道你现在是进行到哪里。读完题目之后，我们一定要问，一定要丢出很多的 clarifying questions， 去展现你的思考能力以及你的沟通能力。那以这个题目来说，我就会问说 grid 有没有可能是空的？有没有 time complexity 或者 space complexity 的限制？ grid 指的是正方形，可能是长方形，还是它可能是不规则的形状？ adjacent 指的是比方上下左右叫 adjacent， 还是斜对角也可以，就被定义清楚。同时很多时候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为了考你的沟通能力，他可能不会给你太多的 test cases， 所以这个阶段我们要举几个 happy cases， 然后举几个 edge cases， 再跟面试官做讨论，来展现你真的有 understand。 那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 match 这个阶段，你要想办法把你过去学过的所有资料结构还有演算法 match 到现在这个题目，看哪些东西是可以用的，尝试去对应到你可能之前刷过的题目或是一些常常见到的 pattern。 那这边也是你可以卖弄学问的地方。举例来说，这一题很明显是一个 graph 题，但如果你直接说哦 BFS， 那就太 low 了。在这边尽可能的就是提几个你觉得可以做的解法，最后去分析 narrow down 为什么你决定要用 BFS 最适合。因为首先 BFS， 然后你就开始讲它有几个特性，这个过程就可以展现你对于不同资料结构的熟悉度。讲完之后问面试官，那你觉得这样合理吗？还是你有其他的要求？比方你特别希望我用哪一种方式解？一样就是沟通要清楚。那接下来就是 plan。 很多人在前面就是做完 U 做完 M 之后，下一阶段他们就开始觉得哦好，那我就开始把代码打出来，而忽略这个很重要的 plan 阶段。plan 就是做计划，包含说你画简单的图，你写 pseudocode 来说明你接下来想要写的程式大概的逻辑，然后带着面试官跟着你的 pseudocode 去走一遍，确认你的方法可行。那这一步很重要。第一，在走一遍你整个 code 的过程中，你如果发现了一些 bug， 你可以提早的修复，同时也能确保面试官对你的解法有没有意见，说不定他会给你一些建议，确保两个人的沟通有清楚，保证下一步不会因为思考不周而出大错。那接下来 implement 也就是实际的 code 到把代码打出来，写的时候记得边写边讲，让面试官知道你正在做什么。那我都要边打字边讲话，超级难，但这没有任何的捷径，就是记得提早开始练习，加油！那代码写完之后，下一步我们要做的是 R， 也就是 review， 而不是就结束咯。review 的时候我们要检查，要 dry run， 就通常大家在面试的时候不会给你像 LeetCode 这样子的平台，你可以按一下 run 它就跑，通常就是一个 text editor， 所以你要用的是你前面 understand 写的 happy case 还有 edge case 去带面试官走过你的代码，一步一步的看说这个代码到底有没有成功。然后在这个阶段也是，如果你有发现任何 bug 的话，你就可以 debug， 这就是测试你 testing 能力的时候。那最后 Ampere 法则的 evaluate， 我们要拿来分析总结一下这个程式的 time complexity 以及 space complexity。时间够的话，你可以分析一下你目前解法的优缺点，并且补充一下在不同情况下有没有其他优化的空间。比方说，如果今天这个 grid 里面的橘子它非常的分散，它很稀疏，会怎么解？那这大概就是整个 Ampere 法则的框架。记熟这个框架，基本上每一次写 LeetCode 还有每一次面试都应该要用上。Ampere 法则为什么这么有效呢？第一，它强迫你想清楚再动手，不会一开始就乱写错。第二，它帮
帮助你展现你的沟通能力，让面试官知道你想说什么。第3，它帮助你建立长期的记忆，因为你真的有了解这个题目应该怎么分析、怎么解，而不是纯粹的背答案。以及最后，它帮助你能够应对各种不一样的题目，就算今天这个题目没看到，你至少有一个框架可以去东拼西凑一些东西进来。那记住 Umpire 它不只是一个解题方式，它还是一个沟通的框架。面试官要看的不只是你能不能够解题，更重要的是你的沟通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你在压力情况下的表现。我们来谈一下要怎么实际的准备 coding interview。首先，刷完 LeetCode 150之后要做什么？我的建议是不要急着刷新题，就是刷完150题之后，应该要回去再刷150题，然后回去再刷150题，确保你这些东西真的要学会，而不是靠短暂记忆学起来。很多人会问我说 Nolly 你刷了几题再上岸？我这边放上我的数字，就是回答你的问题。那我要讲的是，这跟上岸的结果完全没有因果关系。那我就会建议大家精刷，而不是狂刷新题，是有科学根据的。研究证明 spaced repetition 其实是最好的学习策略。举例来说，我第一次学会1周后复习，1个月后再复习，每一次的复习都去增强我神经之间的连接。个人做法就是 LeetCode 150至少刷2到3遍，每遍中间隔2到4周，同时用 Excel 去记录哪些已经熟了，哪些还不熟。那这边给大家看个范例，就比方说我会在 Day 1的部分列上我第一次学习的日期，基本上全是白笔，因为基本上全部都要重学。那 Day 2的部分，我一次就写对的地方我用绿色写了，但是可能有一些 bug 或者有些地方没写完用黄色，完全忘记用红色。那在第3次刷题，也就是 Day 3的地方，我会再刷一次红色和黄色的题目。那如果还是有很多红色、很多黄色，就再继续 Day 4、Day 5，就是不断的重刷，这样能帮助你科学的追踪进度，看到自己的成就，而不是自我感觉良好，不是自我感觉很不好。刷题刷的还 OK 的同时，我们也要开始练习 Speak Out Loud， 练习模拟面试。这一步很多人都会忽略，但其实超级重要，因为你在面试的时候，你其实会紧张，你会结巴，你会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解释你脑袋里面想的事情。如果没有练习的话，好不容易拿到面试机会，可能就会因此搞砸。那我自己的练习方法就是我会用手机或是用电脑录影，计时30分钟，从 LeetCode 150上面选一个题目来做解答。解答的过程我都要练习 Speak Out Loud， 然后最后结束我会让作文小老师给自己打分数。那我们派了6个原则，我有没有都做到？这样子一直重复的练习。那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很蠢，自己对着电脑讲话到底在干嘛？但是相信我，你一直练习，真的遇到真人面试的时候才不会紧张。那第2个方法是我比较建议的方法是，大家可以去找真人练习，比方说系上的学长姐、你的同学，或者是你正在上课的 TA， 或者是用 Exponent 练习模拟面试。你可以在上面自动的去配对跟你程度相近，或者是面试主题是一样的伙伴，然后互相当对方的面试官还有 candidate。比方说 coding interview、behavior question、system design 各种题型都可以练试。那重点是，我觉得跟真人面试相对于自己录影，或者是第3种方法，大家可能会用 AI 练习来的更有临场感。然后有时候你也可以得到比较直接的反馈，同时你也可以观察中间你抛出了什么答案，对方给你什么回答的那个抛接，我觉得那个也是需要练习的。不要觉得害怕，不要觉得说很丢脸，如果讲不好应该怎么办？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那最后我来快速的回答一下大家的常见问题。首先，该用什么语言刷题？大部分的人其实用 Python 就好了，主要 Python 的语法最简洁，学习的曲线相对平缓，还有超多的 building function， 就是可以在你解题的时候帮你省很多时间。那通常我会建议就是大家刷题用一个语言，但是写 project 的时候用其他语言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有非常明确的职涯目标，比方说你想进游戏业，那你可能要用 C++ 去刷题。但如果时间超级有限，应该先刷哪些？如果你只剩下1到2个月就要面试，一定要刷 Grind 75公司高频题。你可以在 LeetCode 里面的 Company Tab 里面看到，会建议先刷 Medium 为主，再来 Easy， 然后 Hard 如果程度不到的话就先放弃。但最好情况其实就是你知道你未来会有这些面试，会有这些机会，应该要提早准备，而不是快要面试了才开始想该怎么办。第3个建议是需要买 LeetCode Premium 吗？我自己是有买的，但是我是在黑五的时候那种团购活动1年99包的时候一起买的。买的有几个好处，包含说你可以看公司 tag 题目，你可以看官方的详解，些详细的教学影片，同时 LeetCode 也有一些教材可以当做你的补充学习资讯。那再来有没有需要打周赛？我觉得完全不需要。如果是想要拿公司的 offer， 只需要专
专注刷高评题，还有准备模拟面试就够了。最后 AI 应该怎么用？我的答案是绝对不是在面试过程中用 AI， 应该是一个助教，而不是你的答案提词机。自己觉得 AI 最好用的时候，就是在练习 Umpire 法则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很明显的6个步骤要去完成。比方说第一步的 Understand， 我要问问题。有时候看到某些题目真的不知道哪些厘清问题可以问，我就会让 AI 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学习它的思路。下一次看到类似题目的时候，我就会知道哪些问题可以问。我自己写完我自己 debug 完的代码，有时候我也会让 AI 去帮我分析说还有没有优化的空间，以及对一下答案我自己写的时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跟他写的一不一样。那我自己在帮大家模拟面试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有些人看稿或是看 AI， 从面试官也就是我的角度来看，非常明显的 AI 的答案都非常 general 嘛，他可能问了100个人，其中有用 AI 的50个人答案都会差不多，所以真的不要在面试中用 AI， 非常容易被卡。那最后来跟大家做个总结，我知道很多人会想，现在市场不是很糟糕，不是都没有面试，为什么还要刷力扣？我想说的是，正是因为这个市场非常的竞争激烈，你的准备充足反而会让你脱颖而出。目前如果还没有面试，有面试都没关系，平常的努力是很重要的，日常的累积能够帮助你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好好把握，不会错过。那如果你现在正在准备 coding interview， 准备得很痛苦，我想要告诉你，你并不孤单。全世界的几万人每天一打开 LeetCode 都在怀疑自己适不适合走这条路。我也曾经经历过那些就是看到题目我就想放弃的时候，但是我相信天道酬勤，刷题这段经历其实会让你变得更会思考，更能解决问题，这些能力是会跟着你一辈子的。那如果这支影片对你很有帮助，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我会持续的分享我在北美求职、刷题找工作的一些 tips 心得，或者是一些科技业所见所闻。那如果有任何刷题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想看什么样的影片，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祝福大家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面一切顺利，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